被北约轰炸之后，塞尔维亚又要加入北约军演，武契奇为何要背叛历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绍。在很多人看来，塞尔维亚是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轰炸南联盟的最大受害者。当前，塞尔维亚还面临着科索沃要分离的问题。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多次讲话中，都谈到了不要忘记历史。然而，最近塞尔维亚国防部宣布，今年6月16日的30日将以北约国家举行白金狼联合军演。被北约轰炸之后，塞尔维亚加入北约军演，看上去非常讽刺。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按照塞尔维亚国防部的说法，3月16日决定批准塞军参加白金狼2023国际战术演习。原因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为了履行与塞尔维亚军队参与多国行动有关的义务，塞尔维亚于2022年2月27日暂停和推迟了与国外的演习，未来将恢复正常。而白金狼国际战术演习自2014年起在塞尔维亚中部的尤格军事基地举行，可以说由来已久。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贝尔格莱德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至于联合军演，我们将密切关注。他强调，不断有人试图让塞尔维亚站在反俄立场之上。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塞尔维亚的战略选择呢？首先，武契奇当前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加入欧盟，而不是与俄罗斯发展友谊。其实，无论俄罗斯是反对或者是理解，都不管用。我们也不能说武契奇是背叛了历史。对于身处巴尔干半岛且没有出海口的塞尔维亚来说，加入欧盟才是其国家发展的目标，甚至都不排除未来塞尔维亚会加入北约。因为小国寡民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生存和发展。其次，塞尔维亚当前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是西方要求塞尔维亚制裁俄罗斯，二是在科索沃问题上被欧盟和北约拿捏，三是俄罗斯能给塞尔维亚的越来越少。加入北约军演是武契奇权衡利弊的必然选择。最后，这也是塞尔维亚国内存在着亲西方派和亲俄派。过去俄罗斯花了大量的金钱扶持亲俄力量，现在俄罗斯军队深陷乌克兰战场，估计也没有太多的能力和心思来影响塞尔维亚国内的政局。那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亲西方的力量势力越来越大。不管之前传出的塞尔维亚向乌克兰出口武器，还是现在要加入北约的演习，无非就是给国内的亲西方力量的一个交代。当然，塞尔维亚将此次军演定义为履行相关义务，这可能是在安抚俄罗斯。科索沃问题依旧是塞尔维亚心口上的一根刺。如果武契奇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斗下去，那么就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但是如果塞尔维亚的国家发展前途就是要加入欧盟，最终有可能不得不选择承认科索沃独立，那么这个国家就将进一步远离俄罗斯。毕竟塞尔维亚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中只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如果应对不当，其北部的弗伊弗丁地区就是下一个科索沃。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武契奇骂北约非常合理，但是让其军队加入北约的演习，恐怕也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对此，我们中国人要理性的看待，不必替别人表态，尊重塞尔维亚本国人民的选择和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做法。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